今天这张最新图像是在11月9日昨天所拍摄到的3 Atlas， 够酷啊！勒布在今天发表的文章中阐述这张照片。勒布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些科学计算数据，也许普通人难以理解。下面我们用直白通俗的语言来讲解勒布在文章中所要回答的是个直白的问题。3 Atlas 这家伙在太阳边上时到底喷了什么？喷到多大？说明了什么？这张图看到了什么？11月9日，2个望远镜把5张每张3分钟的长曝光叠起来，得到了一张深度图。画面里同时出现2条反尾喷流，朝太阳方向，角尺度各10角分，一条更长更直的尾喷流，背离太阳，长达30角分，大约就是太阳或满月在天上的视直径。把角度换算成实际长度，当时3 Atlas 离地球约 3.26 亿公里，10角分约等于95万公里，30角分约等于285万公里。直白点说，一头朝太阳的喷丝接近100万公里，一头离太阳的尾巴接近300万公里。这个尺度比哈勃在7月拍到的那团小小的发光光晕大了3个数量级。啥是反尾？为啥会指向太阳？通常我们说会尾，是被太阳风往外吹，指向远离太阳的一边。反尾其实是一种几何效应。当尘埃颗粒在轨道平面里运动，而我们又恰好从合适角度观察时，就会看到像是朝向太阳的尘带。简单理解，不是它逆风而行，而是我们站位角度把它看反了。按天然彗星来算账，勒布先用最保守的假设，把3 Atlas 当作天然彗星。正常彗星的喷流外流速度约等于当地气体升速，它取每秒400米的速度，要把尾巴拉到观测到的长度。背向太阳的尾喷流需要持续喷大约3个月，朝太阳的反尾喷流至少要喷1个月。接着看对抗太阳风的实力，太阳风速度大约每秒400公里，是彗星喷流速度的1000倍，动压跟速度的平方成正比，所以要在约100万公里这个距离立得住。反尾最外层的质量密度必须比太阳风高约100万倍，相当于每立方厘米有几个质子质量的物质。这对应的质量通量是每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每秒约200万千克。把有效区域粗略算作1000万平方公里，累计到1个月，就得到每月约500亿吨的质量损失。这意味着多大的本体？把动力学约束带上，2025年10月之前观测不到明显的非引力加速度，喷气像小火箭推着核偏离纯引力轨道，那就说明核的质量不小，取固体密度每立方厘米 0.5 克。缺乏非引力加速度意味着直径得大于5公里。如果近日点过后它的大部分核还在，那直径很可能大于等于10公里。最大的异常，我们太幸运了。勒布重复了他在其首篇论文里的关键质疑。这么大个头，质量级别大于等于数百亿吨的星际天体，按常理万年一遇，我们更应该先看到海量奥陌陌那样的小家伙，而不是这么快就撞见第3个超大体量的巨无霸。再叠加一个巧合，它是逆行，但轨道面和黄道面夹角却在5度以内。把统计学因子乘一乘，他给出的结论是，如果3 Atlas 是随机来的天然彗星，这桩事发生的概率低到接近1/1，那会不会不是天然的？推进器的账更好算，如果喷流来自技术推进而非阳光升华，化学火箭的喷射速度每秒3至5公里，比天然升华的挥发物快约10倍。离子推进器每秒10至50公里
更快，喷得越快，同样推力所需丢出去的质量越少，质量损失可以比天然小1至2个数量级甚至更多。这样一来，要做出类似的喷流形态，燃料可能只占主体质量的不到1%。接下来怎么验证？光谱能直接量出喷流速度、成分和质量通量。这3样一出，天然升华、对比、技术喷射，高下立判。时间窗口 3Atlas 将在12月19日到达近地点，距地约 2.69亿公里，正好给哈勃、韦伯和地面望远镜上器材。但别指望捡到尘，这些喷流的空间尺度和地球卫星以及飞往木星的探测器，比如 NASA 的朱诺、欧洲的 JUICE 之间的距离相比，还是差一个数量级以上。他们的粒子探测器基本碰不到这股流。结语，把话摆明，勒布这篇是定量推演，先把天然彗星能量账、动压账、时间账一条条算清。如果这些账很难自洽，就要把技术喷射的可能性摆上桌面。他最后也强调，好科学的底色是谦逊学习，不是先入为主。接下来几周，光谱和更高分辨率影像会告诉我们 3Atlas 到底是太阳边上的巨型星际雪团，还是某种会自己喷气的技术访客。无论如何，它都会让我们对天体如何在恒星之间运动有新的认识。在等待12月临近之际，天文学家将继续收集数据，新的图像将有助于绘制繁伟的演变过程，并测量其持续时间。如果这股朝向太阳的喷流继续保持活跃状态，那将是现代彗星科学中的首次发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科学家们将公布来自多个天文台的详细研究结果，其中包括阿塔卡马阵列、哈勃太空望远镜和朱诺号航天器。每一种视角都会为这个非凡的故事增添一层新的理解。感谢观看。如果你喜欢通过真实、基于事实的发现来探索宇宙，请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这个视频给其他对天文学感兴趣的人。